英勇牺牲后，我用生前的功德和阎王打了个赌，我需要变成7种动物，只要都能被认出来，我就可以复活。失败，我就老老实实的在地府帮工。而我变的第一个动物，是一只南方大蟑螂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生前我刷到网络热梗，妈妈，如果我变成蟑螂，你还会爱我吗？我转给妈妈，妈妈回，会的，即使星星变成蟑螂，也会是最可爱的一只，我会好好把你养起来，用最好看的盒子当你的房子。我问，如果我变成了蟑螂，妈妈认不出我怎么办？妈妈，你就跳到妈妈身上，爬到妈妈鼻子上，妈妈的眼睛会认出你。我抱着手机嘿嘿傻笑，妈宝女的快乐就是如此简单。那时我莫想到随口的玩笑会变成现实，我真的变成了一只南方大蟑螂，还出席了自己的追悼会。局里的领导同事都来了，他们表情肃穆，同我关系最好的徒弟正搀扶着我妈，神情悲痛。而我妈安胜女士只是几天不见，头发几乎花了一半。她是个爱美的女人，每2个月染一次发，从不允许头上出现超过3根白头发。本蟑螂难过的要了命，伤心的2条触须颤了又颤。灵堂上供的遗像选的是我最满意的一张。我目光如炬，笑容自信张扬，右眼下方一道月牙形的伤疤。这道疤是我同歹徒搏斗胜利后的功勋。这张照片是我升职后意气风发时所拍，我拍了很多份放在房间，但我不敢被我妈看到，疤痕也做了手术去掉了，怕她担心。安胜女士一定是不经过我同意翻我房间了，这还是第一次，但我原谅她。作为一只人人喊打的大蟑螂，我不敢在众人面前轻易露面，我怕还没被妈妈认出来就被鞋底制裁。我等了很久，等到吊唁的客人散去，只剩了安胜女士在我的遗像前麻木地折着手里的金箔纸。一个个金元宝从她的手中诞生，又湮灭于火焰。她喃喃道：星星，妈的星星，回来看看妈吧，妈想你。妈给你烧很多的金元宝，听说那边托梦很贵，妈多给你烧一些，来妈妈梦里吧。可他曾是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啊！我听不下去了，从隐蔽的角落爬出，快速爬到了自己的遗像上，精准地找到了月牙疤的位置，整只蟑螂呼了上去，严严实实地盖住了。安胜女士一抬头，恍惚了一下，看到遗像上趴着的蟑螂，忽然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。星星，是你吗？星星，你回来看妈妈了是不是？她一定想到了我之前同她开的玩笑。如果你是我的星星，就爬到妈妈鼻子上，好不好？向来胆小的安胜女士凑近了我，眼中含泪，目光希冀。我抖了抖翅膀，飞到了她身上，然后爬到了她的鼻子上，不动了。妈妈，是我。我好想发出声音，但我现在只是一只惹人讨厌的大蟑螂。妈妈笑了，眼泪也顺着脸颊滑落。她看着鼻尖上趴着的我，哽咽道：是我的星星，我就知道，变成蟑螂星星也是最可爱最漂亮的一只。耶！我被妈妈认出来了。第一次就如此轻易，我对后面6次被妈妈认出充满信心。我高兴地抖抖翅膀。安胜女士把我小心翼翼地拢到手心，捧着我，如同捧着绝世珍宝。星星，别着急，跟妈妈回家，妈妈给你找个漂亮的盒子，
你不要乱跑。他小心地拢了我一路，回家后翻箱倒柜，终于被他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铁皮糖果盒。这是我在上海出差时带回的。安胜女士对里面的糖果不太感冒，但对这精美的铁盒子大加赞赏，收用为针线盒。而现在，她把里面的针线零碎东西一股脑全倒了出来，把我珍重地放了进去。她捧着盒子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蟑螂喜欢吃什么来着？星星饿了吧？我给星星弄吃的。”我摆摆触须，想告诉妈妈不用客气，我一会儿就自杀，变成下个小动物来找她，饭就不用吃了。话说，蟑螂有饿死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毕竟是第一次做蟑螂。安胜女士搞来了面包碎、米饭，甚至下厨做了新鲜的炸鸡。我的面前堆成了食物小山。星星，快吃啊！你怎么不吃东西啊？安胜女士有些着急了，眼泪又滚了下来。你不吃东西的话，还怎么陪妈妈？妈妈好不容易又见到你。好好好，我认输，我看不得妈妈为我掉眼泪。我埋头哼哧哼哧地吃了起来，真香。妈妈慈爱地看着我，把手指伸到铁盒里，我凑上去，抱住妈妈巨大的手指，依恋地蹭了蹭。明月西沉，朝阳初升，第一缕阳光洒进房间。安胜女士睁开了眼，她看着怀里的铁盒，轻声道：“原来不是梦。”我上蹿下跳，当然不是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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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最爱的女儿在这里。她满足地笑起来，星星变成蟑螂留在妈妈身边，这样也不错。门外传来一阵刺耳的敲门声，来人胡乱拍着门，格外扰民。来者不善。安胜女士把我放到客厅桌上，起身开门。怎么开门那么晚？我孙子都在外面等急了，还没进门，来人就翻了个白眼。他挤开了我妈，就自顾自牵着孩子进了门。高颧骨，三角眼，面上的是块贪婪多年未改。按血缘论，我该叫她舅妈。但安胜女士早在结婚后就和娘家断绝了关系，因为她不愿意顺着娘家心意去换高额彩礼。就连原来的名字安胜男也改成了安胜。娘家早跟我妈这个白眼狼断了联系，多年来不闻不问。直到我能在局里说得上话，他们舔着脸来找我妈，对着我妈颐指气使，要借我的关系把他打架斗殴的儿子捞出来。我亲自打出的门，他们一家子在门外骂了我们1小时不带重样的，最后被我叫来的同事吓走。我妈对他没有好脸色，你来干石磨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张燕兰进门先打量了一圈房子，撒手就让孙子自己去玩，熊孩子在我家东跑西跳。哎，老妹妹，说的是什么话？你闺女都没了，血脉都断了，养老还不得指望我们啊？他倒摆起了主人架子，都说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哥还能不管你？我儿子你就当你儿子，我这大胖孙子你就当自己孙子就成。安胜女士冷笑一声，她已经不会被这种虚假的亲情打动了。我不靠你们，我女儿那么好，谁想要你那扶不上墙的孩子？张燕兰愤恨地看着安胜女士，张嘴就是戳心窝子的话，再怎么好也是死了，也不知道偷着做了什么缺德事，让阎王爷收了去。我看你可怜，才上门来给你个机会和好，你别不领情。安胜女士猛地站起来，吼道：“我女儿是英雄，你给我滚出去！”张燕兰仍厚着脸皮不走，开始表露真实意图：“你手上现在不少抚恤金吧？听说给了50万，那么多钱你哪里花得完？你侄子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先借你侄子40万，他肯定念你的好，到时候养老不就不用愁了？”我妈气得浑身发抖，我在铁盒里听得也快气炸了，恨不得变身超级大蟑螂，把张燕兰一口吞了。
就在他们争吵期间，熊孩子看到了桌上精美的糖果盒，手已经够到了。我顿觉地动山摇，抬头就跟满脸惊恐的熊孩子来了个对视。坏了！熊孩子哇的一声，铁盒被摔到地上，随即一只巨大的铜鞋从天而降。我被熊孩子踩成了一滩蟑螂饼。熊孩子尖锐的哭喊引起了两人的注意。安胜女士看到摔到地上的铁盒，又看到了被踩成平面的我，呆住了。她不可置信地跪坐到冰凉的地板上，颤抖的手把我的蟑螂尸体捡了起来，喉咙中挤出一阵崩溃的哀嚎。这副模样吓到了张燕兰和熊孩子。安胜女士的视线移到熊孩子身上，那眼神恨不得让他偿命。张燕兰抱着熊孩子嘴硬道：哎呦，我家大宝帮你打蟑螂，你不要不知好歹，我看你是神经病了，不就才死了一只蟑螂吗？安胜女士摇晃着起身，去厨房拿出了一把菜刀。张燕兰吓得拉着哭闹的熊孩子就跑，一边跑一边骂：你疯了！神经病！疯子！人终于走了，安胜女士背对着房门瘫坐在地上，泪流了一地。我好想去抱抱她，但灵魂被一阵强吸力吸走。第二次，我变成了一只浑身翠绿羽毛的鹦鹉。花鸟市场上，我在笼子里抻着脖子四处打量。店里来了个西装男，想买只聪明的鹦鹉，能陪家里长辈说说话解闷。老板热情地推荐了我旁边的鸟，开口就要5万，说他礼貌用语说得贼溜，还能唱歌呢。西装男大概是觉得贵，又看向我，问我什么价钱。老板说，这个连话都不会说，你诚心要300卖你。西装男还在犹豫，我却不能放弃这个机会。我一展歌喉，开口就是团结，就是李一亮。西装男大喜，好好好，就要这只。老板脸都绿了。跟西装男回去的路上，我正想着怎么脱身，却不想他走的这条路却格外熟悉。这不就是去我家的路吗？他敲开我家房门的时候，我还没回过神。这人谁啊？我怎么不认识？安胜女士一脸憔悴地开了门，原本的白发一直没有打理，新的白发又冒了出来。西装男叫我妈，师娘。通过他们的交谈，我慢慢认出了他，我爸生前带的那个徒弟啊，当半个儿子看来着，我当时还吃过他醋呢。后面说他执行机密任务，就没见过了。我爸的葬礼他也没能参加。我原本还想怎么来找妈妈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等他走后，我立马高兴地飞起来，对着安胜女士叫喊：妈妈妈妈妈妈！我是星星，我是陆安星，我又回来了。安胜女士苦笑一下，正结着孩子，叫你说这个费了不少时间吧。坏了，我成自己替身了。我大叫：安胜女士，你怎么能认不出你可爱的女儿？我上次变蟑螂你都能认出来的。我落到她的肩膀上，亲昵地蹭了蹭她的脸颊，蹭到了一身泪水。是妈的星星，妈不是在做梦吧？她狠狠地咬了自己一口，慌道：怎么不痛？怎么不痛啊？她又狠狠拧了自己2下，感受到痛才松手。她抱着我，又哭又笑，失而复得，大悲大喜，她几乎眩晕。我这次可以说人话，安慰不好妈妈，这还对得起这张嘴吗？我继续蹭蹭蹭，我回来了，妈妈，不要伤心，不要哭，哭起来不漂亮了。我想告诉她我和阎王的赌约，但出口就是消音。好吧，看来不能直接说，但我可以暗示。我向妈妈保证，我会回来找妈妈，只要妈妈能认出我，我一定还会回来。她抱着我快乐极了，怎么也亲不够，但情绪的起伏耗掉了她大半力气。就在这时，不速之客又上门了。这次来的是张燕兰一家子
3大5口人全来了。他们强行破门，一家子围着我妈谩骂，说我妈发疯吓到了他家宝贝孙子，让他赔钱。我挣脱妈妈怀抱，上去就去叨张艳兰的这张贱嘴。第一个叨他，让他上次戳我妈心窝。叨完他又去叨安永，一个被窝睡不出2众人，大男人心狠嘴也脏。他们乱成一团，我飞到他们头顶上大喊：贱人私闯民宅了，入室抢劫了，最低10年了。小畜生，看我不撕了你！张艳兰捂着嘴，恶毒地盯我，但他们拿我没办法。我最后落到妈妈肩上，见人丢脸了，破防了，报警报警！他们还想上来抓我，我妈直接拿着刀横在身前。我看谁敢，都滚出去！张艳兰恶毒咒骂，贪婪尽显，我们家不嫌弃你是克夫克子扫把星，你还嫌上了，那么多钱等死了又带不进棺材里，不给你侄子你还想给谁？你把钱和房子给我们，我们发善心给你一口饭吃，你也能养老，皆大欢喜的事儿，你咋偏搞得那么难看？安盛女士气得直喘，她指着我道：我把钱都给他，1分都不会给你们，你们死心吧。这场闹剧最后以远景上门而告终。我和安盛女士过了一段快活的日子，我每天都逗得她哈哈笑，她的精神逐渐好了起来，面上有了血色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莫名其妙地嘎了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安盛女士甚至报了警，很快查出真相，我最爱吃的那款鹦鹉粮中途被张艳兰投了毒。被抓的时候，她还昂着头辩解，她才是疯了，要把钱全留给这只小畜生。但最后只能按故意毁坏财物罪论，又因为我这只鹦鹉价格低，她甚至不能被判刑。安盛女士恨得呕血，更后悔自己说出的话给我惹来杀身之祸。这怎么能怪她呢？我的灵魂莫能看多久，又被卷走了。第3次，我变成了一只蝴蝶。我飞了很久，大概有1周，才飞到了社区。我家住3楼，窗外有一棵玉兰树，家里房门紧闭，不知出了什么事。我怎么也飞不进去，就一直落在玉兰树上。我每天对着窗口窥探房里，却发现这几天妈妈并不在家。我不敢离开，怕妈妈回来看不到我。但我现在不能说话，莫长手脚，甚至也没有像蟑螂一样同妈妈有过约定。妈妈还能认出我吗？谁会在乎身侧出现的一只不起眼的小蝴蝶呢？蝴蝶寿命最多只有几个月，很快就要入秋，难不成就此功亏一篑了吗？我急得五内俱焚，我不甘心啊！这才第3次，但很快我想到了一个办法。我开始撞击我家的玻璃窗，翅膀上的磷粉簌簌掉落，粘到了上面。不够，这点还不够。我一次次撞击，想要把全身的磷粉都粘上去，绘制出我想要的图案。我撞的翅膀摧折，撞断了3条腿，这才勉强在窗户上留下了一颗五角星的图案，但太浅了，如果不凑近看，完全发现不了。可我已经用尽了力气，身上的磷粉也被我撞掉大半。我拖着残缺的翅膀，继续蹲守在窗旁，等着妈妈回家。秋风渐起，我的生命也在快速流逝，蝴蝶的寿命太短，我又折腾了一番，很难活过1周了。我继续蹲守了3天，妈妈终于回家了。我想飞，但飞不动，只能在窗外看着妈妈。她一脸病容，哦，原来她不在的这几天是生病了。她生了什么病？严重吗？在医院是谁照顾的她？我想问一连串的问题，但我最后只能抖动半边的残翅。妈妈，请你来窗边看看，求求了，不管谁也好，让妈妈发现我留下的记号。我还想飞到妈妈手里，感受她掌心温暖的温度。
我的祈祷似乎被某位神明听到了。我的安胜女士，她若有所感，走到了窗前。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她总觉得窗边有什么在吸引着她。很快，她瞳孔一缩，捂住了嘴巴。她看到了我留的星星图案，虽然极浅极淡，但仍能看出是一枚五角星。是你又回来了，星星。她拖着哭腔，泪水又打湿了她的眼角。我努力扑棱几下，让她看到我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是我。窗终于开了，我奋力爬到她的手上。她的手抖得厉害，我差点被抖下去，但我还是努力爬到了她的手心。真暖和，我满足极了。妈妈这次又认出了我。蝴蝶的寿命也到了尽头，带了凉意的秋风埋葬了它的生机。第4次，我变成了一只梨花猫，大概有1岁多，正处在叛逆青年期。幸运的是，我仍在这座城市，不用再奔波千里回家。不幸的是，我离家也有点远，回家前的生存是个问题。但问题不大，我舔舔毛，眼中凶光毕露。梨花猫好战的基因加之我人类的思维，当上猫中老大轻而易举。打遍猫界无敌手后，我当上了猫王，手下小弟恭敬上供，大局的局域网为我所用。三花猫的舔猫也带来了不少有用情报。喵喵喵！我家那边居然要拆迁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快回去，要不然搬家了我可怎么找妈妈啊？我4条腿跑得飞快，昼夜不停，终于回到了熟悉的社区。老天还是爱我的，我迎面就撞上了买菜回家的妈妈。安胜女士穿着厚实的大衣，却更显伶仃，她瘦了好多。我夹着嗓子，迈着小碎步跑到她脚下碰瓷，柔软的身子一倒，露出肚皮，娇娇地叫着咪呜咪呜。看我那么可爱，安胜女士，你不心动吗？看我看我，我不信你两眼空空。快把我捡回家，快认出我啊！路灯上不知何时钻出来5、6个猫猫头，它们震惊地看着我，用猫语交头接耳。这就是 A 区的老大丧彪，我菊哥说的。他咋比咪咪叫的还娇？我知道，人类那边叫装模作样5分钟，荣华富贵一辈子。我猫脸一红，讪讪起身，装作没听到。我歪头打量着安胜女士的表情，看她有所心软，更是卖力表演。我轻轻地抓着她的裤腿，仰着可怜的小猫脸，咪呜咪呜，带我回家吧，妈妈。她被我眼中强烈的渴望打动了，认命地叹口气。咪咪，我可能不会很好的养活你，但如果你不嫌弃，就跟我回家吧。心软的妈妈，我就知道碰瓷准没错。我亦步亦趋地跟着妈妈回到了家，走入房间，我巡视了一圈，不错，家里很干净，看来妈妈过得不算颓废。但妈妈怎么还默认出我？我都说了我还会回来的吗？但很快，我知道了原因。家里阳台传来了几声细微的猫叫，2只小奶牛猫怯怯地探出了头。可恶，竟有猫捷足先登，怪不得妈妈没有想到是我。碰瓷猫，可耻！我拿出猫王的气势，趁妈妈扭头拿猫粮的间隙，宣示了在这个家的主权地位。2小只瑟瑟发抖。我哈完后又觉得我那么大人还吃2只小猫的醋，实在不应当。但此一时彼一时，这2只猫猫的存在让妈妈认出我加大了难度。我想同上次蝴蝶一样，做出5角星的记号让妈妈看到。可我家是瓷砖，墙面也留不下痕迹，唯一可以做标记的地方，只有猫砂盆里的猫砂。我皱着猫脸，拼了！我把2只小猫赶出了猫厕所，拿猫爪在猫砂里一阵划拉，总算划拉出大概的形状。
我高兴地飞奔到妈妈脚边，喵喵叫着，引她来看。等安胜女士跟我一起去看的时候，其中一只小奶牛猫蹲在里面，正上着厕所。我的图案，我惨喵一声。奶牛猫还是太小了，猫语没有过4级，没办法跟我正常交流，只知道自己做了错事，眼神楚楚，委屈极了。安胜女士理解错了，柔声道：“想上厕所了是不是？小黑还在上，可以等他用完吗？我明天就再买个，你要忍不住，我带你去卫生间。”我呜呜，也只能从长计议，再找机会。后面几天，我想找的机会迟迟不来，不是被小黑捣乱，就是被小白破坏。奶牛猫不愧是猫中2哈，我猫找爆头，欲哭无泪。安胜女士好像记性不如之前了，3天2头会忘记给我们喂猫粮。她自己也意识到了，下次喂的时候会跟我们道歉，还说要搞个自动喂食器，这样我们自己按一按就可以吃到了，不用饿得喵喵喵。我猫爪一挥，郑重表示必须严肃处理，认真落实，进一步加快构建自动喂食机制，做到猫猫有食可吃，不饿肚子。它行动很快，我们第2天就吃到了自助餐，2小奶牛猫不知饥饱，按多少吃多少，只能由我来把控食量。又要看小猫，又要想办法跟妈妈相认，又要在妈妈面前上蹿下跳找存在，我感觉好累。带2只小猫就那么辛苦了，妈妈带我的时候一定更辛苦吧。这天妈妈没有出门，一整天都窝在家里，我把2小只赶到阳台炫饭，自己舒服地窝到了妈妈怀里。安胜女士在刷短视频，刷到了一部影片解说，我猫眼一瞪，灵光一闪，是阿汤哥的《香草天空》，里面一句台词我特别喜欢：下辈子我们都是猫的时候，再见吧。我情绪激动起来，伸出猫爪，阻止安胜女士往下画的手指，指着她大声喵喵喵。正巧解说提到了这句话，我情绪更是激动起来，猛蹭妈妈的脸。安胜女士不明所以，止不住地安抚我，猜测我是渴了还是饿了，还是想去厕所。或许是我喵的声音太大，妈妈没有听到这句台词。但这部影片提醒了我，因为太喜欢，我买了她的影碟，如果妈妈没有收拾，她现在就在我房间的书架上。我跳出妈妈怀抱，跑到了我的房间，果然还在。我叼着影碟一路小跑找到妈妈，急急地拍打着她。妈妈不明所以，但见我行为反常，极通人性，心里似乎有了预感。我再加一把火，我在影碟上用猫爪画啊画，画出了一颗星。我扬着头对妈妈叫：喵喵，喵喵喵喵喵，妈妈，我是陆安星，我变成猫猫来找你了。安胜女士像是印证了心中的猜测，鼻头一酸：星星，你终于又回来了。妈妈等到了，一开始默认出你，对不起啊。她抱着我，泪水在脸上纵横交错。为什么每次相认妈妈都要哭呢？我不想妈妈哭，我想妈妈高高兴兴的。我舔去妈妈的眼泪，咸涩极了。2只小奶牛猫炫完饭，有样学样，想让妈妈抱它们。嘿嘿，这是我一个人的妈妈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我得意洋洋，享受着2只小猫的羡慕。只好景不长，大约是在外流浪打架留下的病根，我病了，精神不振，腹痛呕吐，被妈妈慌张地带到宠物医院检查，是猫瘟，而且恶化得很快。不到2天，我就只能抽搐着身体，再也无法活动。妈妈哭成了泪人，她怕我受罪，为我选择了安乐死。她盖着我的眼睛，不住地道歉：对不起星星，妈妈不忍心看你这样受罪，求你下次快来找妈妈，妈妈会一直等着你。
我一点也不怪他。梨花大王舔了舔他的手指，安详地闭上了眼。第5次，我在一个塑胶小水箱上睁开了眼。我活动四肢，慢腾腾，没有一丝灵活的感觉。哦，原来我变成了一只小乌龟。一个彩色的圈圈从天而降，我头一缩，圈圈掉下去了。还是个套圈摊上的乌龟。我缓缓扫视四周，竟发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。妈妈！我激动起来，龟龟探头。他正和套圈的老板说着什么，两人莫商量好，但他从老板手里买了很多的圈。妈妈是要套我吗？摊子上只有我一个活物，应该是为了套我吧。安盛女士抿着嘴，神色认真，她定定地盯着我这边。一个个塑胶圈被她抛了出去，有的在我身侧滑落，有的落在我的身后，有的落在身前。她的准头一向不好，无论是套圈还是抓娃娃，都没中过。我四肢乱化，翻了个身，滚下了水箱。我朝着安盛女士的方向爬去。妈妈，我来了。我努力加快速度，但花了5分钟，只爬了不到5米。安盛女士见我朝她爬来，试探地大声朝我道：“如果你是星星，就爬到妈妈身边来好不好？”我听了，爬得更起劲：“是我啊，妈妈。”周围人对安盛女士投去看疯子的目光，隐隐避开。哪有正常人和乌龟说话的，还当乌龟妈妈，大概是失去孩子精神失常的神经病吧。安盛女士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只认真看着我，坚定不移地向她爬去。可突然，我被一只大手抓起，摊主把我扔进水箱里，盖上了盖子，嘟囔着：“怪不老实的，进去待着吧。”我被扔到水箱里，完全被摔懵了。外面的安盛女士认出了我，再次向摊主提出要买下我。但摊主摆出很为难的样子，说没这个规矩，套圈就是得套中才能带走。安盛女士没有办法，她买了好多好多圈，手臂上挂满了。她一次次地把圈扔向我，我急坏了，在塑胶水箱里一次次撞击，费力顶着盖子，满心满眼都是突破禁锢。我失败了一次又一次，顶到头破血流。我几乎要绝望了。安盛女士身边又聚集了一群人，任谁看到买下全部圈圈却套不中一个的人，都会产生一丝不忍，更何况安盛女士的表情急切又难受。有个路人青年买了10个圈，随手一套就套中了我。安盛女士急忙祈求道：“我给你钱，把它给我吧，拜托了，你要多少钱才肯让给我？”青年摆摆手，把水箱递给他：“送你了。”他转身就走。同伴问：“怎么不收钱？看那女人的样子，你开个高价她也能给，真不知道她脑子怎么想的，非要那只小王八。”青年摇摇头：“你都说了，她看着脑子不对劲，那么大年纪也怪可怜的，就当日行一善。”安盛女士顾不得感谢，她紧紧抱着我，剩下的圈圈洒落一地。她脸上的惊喜显而易见，匆匆带我回了家，小心地把我安置到了家里的水缸。嗨，家里的小金鱼！我吐出几个泡泡，跟他们打招呼，然后隔着玻璃缸和眼睛红肿的妈妈对视。我拍拍玻璃壁，想告诉妈妈我好着呢。妈妈的手指伸进鱼缸，轻柔地摸着我受伤的头，我慢吞吞地挪开，仰起头亲吻妈妈的手指。亲亲了，就不要哭了。这次安盛女士没有哭，她的脸贴在冰冷的玻璃壁上，眼中盛满温和的笑意。真好啊，这次妈妈又把你带回家了。听说乌龟寿命很长，星星这次可以陪妈妈很久，对不对？我无法回答，不是因为乌龟不能说话，而是我无法做出承诺。我也想一直陪着妈妈，可是我想的是以人的身份。
还有2次，只要后面2次都能成功，我就可以复活了。我就可以更长久地陪伴妈妈，保护妈妈，不让妈妈伤心难过。我和妈妈隔着一层玻璃，紧密地贴在一起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我这次可能没办法陪你太久。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快的相聚。请等等我。乌龟的寿命原本是很长的，但我受了伤。我也不需要那么长的寿命。妈妈躺在沙发上睡着了，只为了醒来第一眼看到我。我在她睡熟后，一点一点爬出了水缸。我循着熟悉的路线，爬到了自己的房间，窝到了床底的角落。冬天，地暖热烘烘的，失了水的受伤长寿龟，在干燥温暖的角落，悄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我们还会再见的，对不起，但我知道您一定会原谅我。第6次，脱去沉重的龟壳，我又披上了一层毛茸茸。我变成了一只动物园里的丑猴子，丑到我对着玻璃看了半天，都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。是一只很丑的猕猴，其他猴都是粉色的脸，我这只是红色的，嘴斜鼻歪，吓哭小孩。我屁股对着游客，丧气地蹲在地上，拿树枝画着圈。被关在动物园里了，怎么才能见到妈妈啊？我抬头，高高的围栏离我大概10几米，越狱难度太大，只在这里等妈妈来，我等到老死也等不到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抓着脑袋上的猴毛，烦恼地思索着，采下来一片。我转过身，观察着这些从上而下俯视我们的游客，想从他们身上找出办法。这时，一个大爷突然一声惊呼，盖过了人群嘈杂。他拍照的手机不小心掉了下去。我的手机，天降手机！我动作灵活，眼巴巴地望着掉落的手机，伸手一捞，接到了，但捞手机的手也被砸得骨折。一阵剧痛让我条件反射地松手，但脑子发出强制命令，不准松手。胳膊也震得发麻，右手更是动弹不得。我接到手机后，内心不断祈祷，不要锁屏，不要锁屏，别设密码，别设密码。幸运之神眷顾了我，没有锁屏，不需要输入密码。我抱着手机飞速地跑到了猴山隐蔽的角落，用粗大的左手手指点开了短信图示。我输入了妈妈的电话号码，我要给她发短信。妈妈，我在灵山动物园当。我费劲地用一根手指笨拙地戳着，当我打字到猴的时候，饲养员过来了。他拿着防爆叉，直奔我这里。他是来拿手机来了。不行，我还没编辑完啊。但饲养员来得很快，我只能快速按下发送键。手机被饲养员抢去，我被防爆叉插在原地，只能发出细细的绝望叫声。我还没告诉妈妈我当了猴啊。妈妈一定会来找我的，我坚信，可灵山动物园那么大，她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呢？我每天坐在猴山最显眼的位置，为了抢这个位置，我拖着剧痛的右手，孤注一掷，拼命打败了猴王。我仰望着上层来看猴的游客，努力分辨着每个女性面孔，生怕一个不注意就错过妈妈。我等得望眼欲穿。另一边，安胜女士手机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。她刚刚找遍了全家，从女儿的卧室床下找出了失水而死的乌龟。她呆呆地坐在地板上，像是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。还来不及悲伤，陌生短信的内容瞬间吸引了她所有的注意力。是她的猩猩，主动来找她了。灵山动物园。她现在在灵山动物园。50分钟后，安胜女士迈进了灵山动物园的大门。偌大的动物园，上千种动物，走马观花全部浏览完都得1整天。
她攥紧了手机，给这个陌生手机号打了电话，哀求着问机主今天的游览路线。第一次，她被当作神经病，对方很快挂了电话。第二次，她哭着请求对方，说只要对方说出来，愿意给她报酬。对方试探地说了个数字，安胜女士眼睛都不眨，直接打到了手机号关联的支付宝。对面这才跟她说了自己当时的行程。她去了金丝猴馆、猴山、小熊猫馆、海洋馆，还去看了大熊猫、华南虎、大象、火烈鸟。她几乎逛遍了。安胜女士又问，在这个过程中手机有没有遗失过？对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没有。再打就打不通了。安胜女士被警惕的机主拉入了黑名单，她只能一个个地找过去。她不是没想过，能发短信的动物大概就那几种，但她仍会想，万一她的星星变成了小象，用它长长的鼻子触碰的荧幕呢？万一它变成了小熊猫，用它的小肉垫打的字呢？又或者是它变成了火烈鸟，用它尖尖的鸟喙一个个字母啄出来的。他的大脑有些混乱，总不肯放弃哪怕一丝一毫的可能。他一个个馆走过去，一只只动物问过去：你是我的星星吗？是的话，就主动到妈妈这里来。他对每一只可能的动物，每一只主动亲近他的动物这样说着，喊着，嗓子都嘶哑了。终于，他来到了猴山，这是他的最后一站。他的神色逐渐绝望，但怀着最后的一丝希望。他俯着身子，一只只猴看过去。他喊着：星星，你在这里吗？四散的猴子歪歪头看过去，事不关己，又各干各的。安胜女士脱力地跪倒在猴山。不在，怎么会不在？星星明明说他在灵山动物园，他漏掉了什么？我伤口感染，发了高烧，被饲养员关到了隔离小屋养病。我不要被关起来，我要去我的绝佳显眼位置等安胜女士来找我。我撞的门砰砰作响。放我出去！丑猴尖叫。丑猴被制裁，打了镇定剂。我不甘地闭上了眼，就此错过。我不知道我被关的那天妈妈失望而归，等我被放出来，我立即窜到了我的固定位置。我安慰自己，不会那么巧，不会正好就那么巧，妈妈早晚会来的，一定会找到我的。我等了3天，瞪的眼都差点瞎掉。我揉着酸痛的双眼，仍不放弃，或许妈妈有事耽搁了呢。我该有些耐心。这段时间，我焦虑地揪着头顶的猴毛。为了让妈妈一眼认出我，我把猴毛揪秃了，突出了一个类似星星的图案。我要妈妈一眼望下去就能看到。第4天，天上飘落了小雪，其他猴子都躲了起来，只有我没有。游客因天气原因逐渐稀少，我仍不放松。小雪花片片飘落，把我的毛发打湿了，我随意抖抖，继续仰着头。啊！我看到了什么？是安胜女士，是穿着黑色羽绒服的安胜女士。我高兴地跳起来，举高双手，又蹦又跳。看我，看我，妈妈快看我！妈妈果然看到了我，她扒着护栏，用她哑了的嗓子发出气音。是星星吗？是的话，你到妈妈这边来。她的嗓子像被火炭灼烧过一样。我爬上猴山最高的位置，伸长了手，试图去触摸高处的妈妈，但还是离得太远了，我碰不到。我把有着凸星星的脑袋给她看，一张丑猴脸上布满泪水。妈妈，我变得好丑，这次你能认出我吗？安胜女士发出一声惊喜的呜咽，她也尽力伸长了手，想要够到我，半个身子几乎要掉下去，被周围工作人员拉住了。安胜女士跟工作人员提出要同我接触，
被果断拒绝。他苦苦哀求，差点跪下，工作人员只好破例带他来到下面，但警告他，只能隔着5米外的距离，不能接触。我见了妈妈，激动极了，疯跑过去，想要扑到妈妈怀里。妈妈也激动地张开了双臂，喊着我的名字。但我跑到半路就被工作人员压住了。他们紧张地喊着，封喉要伤人，抓紧把游客送出去，再来个人给他打镇定剂。我被压在地下，不断挣扎。我没有疯，我四肢乱抓，放我起来。妈妈担忧地向前，却被工作人员强制请出。这位游客，前2天才发生了封喉伤人事件，为了您的安全考虑，请您抓紧离开。本来您到这里就不合规矩。我看到安胜女士为了我，同工作人员说尽软话，但仍被客气请出。我也在药剂的作用下失去了意识，身体沉沉睡去，灵魂却发出悲鸣。等我再次醒来，我安静得不像话。我冷静地想，妈妈已经认出我了，既然在这里，身为猴子的我没办法出去，那灵魂总可以。我爬到猴山最高的地方，进行了一次自由落体运动。抱歉，我并非有意放弃生命，但我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。我会为此赎罪。脱离猴子的肉体，我终于变成了最后的动物，一条流浪的黄色土狗。我大喜，不由自主地摇起了尾巴。有狸花猫的先例在，我还是自由身，最后一次相认，太简单了。我要赢了，复活，我来了。我兴冲冲地跑向家的方向，不眠不休，跑了整整2天，饿了就翻点垃圾，渴了就去沿途的公园舔一舔冰面。零下几度的天，树叶都落光了。我踩着一地落叶，脚步却是欢快的。我即将见到我最爱的妈妈，她认出我的那一刻，我就可以复活了。生前我和别人打赌从没赢过，但这次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赌约就要赢了。我终于跑回了家，却见到了一片废墟。我呆住了，随即想到，哦对，我家拆迁了，是我忘记了。可妈妈搬到哪里去了啊？我急得团团转，人海茫茫，我要去哪里找妈妈呢？碎石堆里钻出了一只大橘，它叼着一只肥大的老鼠，跟我四目相对。我试着用猫语跟它沟通，你知道这里有家养着2只小奶牛猫的女人，她搬家到哪里去了吗？她惊得撒了嘴，老鼠趁机逃掉了。大橘也想不到，一条狗竟然会说猫语啊！他的猫脑子想不明白，但他是个热心肠。通过他的局域网，我得到了大概的位置。也多亏了小黑小白是出了名的神经，附近的猫都知道他俩。我喵喵地向大橘表示感谢，大橘转身就跟同伴开始蛐蛐：家猫们，你们敢信，我今天碰到了一条会说猫语的狗。妈妈的新家离这不算远，对人来说是这样，但对狗来说还需要徒步走很久。我躲避偷狗贼的黑车，为了食物大战其他流浪狗，不知疲倦地朝目的地前进。我和其他流浪狗打得狗毛纷飞，只为了一块过期被丢掉的火腿。当流浪狗太难了，我蜷缩在一块硬纸板下，冷风呼啸，我冻得瑟瑟发抖。但见到妈妈的信念支撑着我。走了1周，我终于到了妈妈的新住处。妈妈正巧提着一袋垃圾，站在垃圾桶旁，不知在想什么。看到熟悉的安胜女士，我委屈极了。我太想扑到她怀里撒娇了。妈妈，你知道我这一路是怎么磨过来的吗？我受了好多苦。我摇着尾巴朝妈妈飞奔而去，妈妈被我吓了一跳，摔坐在地上。而我被匆匆跑来的男人一脚踹飞。这一脚用了十足的力，我感觉自己的内脏都被踹碎了。男人护着妈妈，着急地问：
师娘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被咬到？安胜女士惊魂未定的模样，摇摇头。她搀着男人的手臂站起来，反过来安慰他：哎，没事，就一条小狗，我早就不怕了。你别跟你星星妹妹说，我怕她担心。郑杰神色很不自然地嗯了一声，放心，我不跟星星妹妹说。我在一旁一边忍受剧痛，一边听得莫名其妙。他们说的星星妹妹是谁？我不是在这里吗？安胜女士拍拍胸口，又嘱咐，也别跟你师父说，你师父最近忙案子太累，我不愿意为这点小事儿打扰他。郑杰张张嘴，最后只回了个好字。我的大脑轰的一声，被这2句话炸得粉碎。郑杰把我妈送进去，不多久，他出来打电话。我拖着残破的小狗躯体，躲在一旁偷听。郑杰跟电话那头说，对，记忆已经混乱了，倒退到丈夫去世前，这1周走失了3次，是阿尔茨海默症。恐怖的猜想被印证，我忍不住发出一声声悲泣。原来妈妈忘记了，她忘记了爸爸已经去世，忘记了我也已经去世。我同她的约定，她也忘得干干净净。她认不出我了。在她的记忆里，她可爱的女儿还活力四射地活着，而不是一次次变成动物来找她，更不会是一条脏兮兮的、苟延残喘的流浪狗。下雪了，雪下得很大，如同丝绵扯絮。我怔怔地望着妈妈所在的地方，一动不动。她那里一定很温暖吧？但我再也没办法去到那温暖的地方了。支撑着我的那股信念被打碎了，我的气散了。我用尽最后的力气，拿狗爪在墙上画出了5角星的图案，不顾画到残破流血。即便是死亡，我也要以陆安星的名义。我的小狗身体走的时候盖了一身冰冷的白被子。我输了，从未赢过的我仍旧是输。为什么一开始要给我希望，最后又让我绝望呢？当我满怀喜悦地登上天梯，下一步却一脚踩空，这太阴间了。我在地府暴哭，哭的眼睛肿成了核桃。我哭了很久很久。我一边哭一边搅弄着孟婆汤，孟婆一脸嫌弃，说我经手的汤，喝过的都说咸。我不理她，继续哭我的。我太伤心了，我平生未曾做过坏事，为什么要经历这些？不知熬了多少碗汤，阎王找到我，说我可以复活了。我呆住了，汤勺都掉到锅里，被孟婆拍了一脑袋。我清醒了，忙问他为什么。阎王挥挥手，面前出现了一块水镜，镜中展示出了一段段画面。身为小狗的我去世后，小黑和小白偷偷跑出去，在我身体旁拱来拱去。安胜女士找猫的时候发现了我，她看着我身旁的星星图案，有些奇怪，但还是善良地将我掩埋了。接着是另一段画面，是安胜女士临终前，她回光返照，精神格外的好。郑杰陪在她床边，他拉着郑杰的手说，我名下所有的财产，一半留给你，一半你帮我捐给动物保护协会。他看向窗外，流下一行泪，妈妈记起来了星星，你是那条黄狗对不对？妈妈对不起你，没有认出你。你生气了，不来找妈妈了。妈妈最后想星星来接我。她念着我的名字，流着泪闭上了眼。我已经哭傻了，哭得直打嗝。为什么要再杀我一次啊？阎王说，他认出了你7次，这个赌约算你赢了。我断断续续的哭，复活又有什么用？呜呜呜，妈妈又不在了。阎王拍拍我的肩，小同志别急嘛，你坟头草都几米了，总不可能让你诈尸。我说的复活，是让你回到意外发生之前。我终于成功复活了。
回到绑架案前夕，我如有神助，提前预判绑匪位置和武器配备。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救了人质，无一伤亡。行动结束后，我拒绝了领导的颁奖，火速回家。安胜女士正在织毛衣呢，她看我风尘仆仆的回来，惊讶了一瞬，笑着问我怎磨了星星，放假了吗？我扑到妈妈怀里，嚎啕大哭。我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哭出来。妈妈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，但我现在活生生的以一个人的身份见到了你，我就知道你从未让我输过。特大绑架案的告破上了新闻，局里收到了表彰，我作为代表接受采访。张燕兰一家从电视上看到我，眼珠子一转。隔天，这一家子就厚着脸皮提了2袋子烂水果，借中秋节即将到来的借口走亲戚。我堵在门口，冷笑，哪里来的假亲戚，我妈娘家早就死绝了。安勇摆着长辈架子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我们好歹是你长辈，我可没这种吃绝户的长辈。张燕兰儿子流里流气，表妹儿，多个亲戚多条路，该滚滚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安胜女士站在我身后说，进来吧。我回头，妈妈跟我眨了眨眼。我明白了。进来后，熊孩子又撒了欢，我在一旁冷冷地抱着手臂。安胜女士面不改色，和对方说的你来我往。等张燕兰提到要把儿子领导介绍给我时，安胜女士平和地拒绝了。她一辈子不结婚都可以，不需要外人来操心。说完，她转身回了房间。我也借口打电话离开了客厅。一家子原本想赖到地老天荒，张燕兰儿子却催促着快走。他朝张燕兰使眼色，口袋里露出一抹金色。为给儿子打掩护，一家子拖家带口的离开了。我和安胜女士看着手机上的监控，对视一笑。这个大金镯子可是花了我1年的工资呢，够这一家子喝一壶的。最终，张燕兰儿子人赃并获，被判5年监禁。张燕兰和安勇协助偷窃，作为从犯，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恶心人的亲戚遭到报应，我跟妈妈心情大好，决定去旅游，看看这大好河山。地府判官问阎王，如果每个人都像陆安星一样复活，世界岂不是乱了套？阎王摇摇头，善人还养蛊有先例，陆安星3代功德累累，母亲一生只做好事，不曾作恶，更何况他牺牲那次救出的人后半辈子积德行善，有大功德。他的复活是无数功德的愿力所化，如果其他人也像陆安星一样复活，又有何不可呢？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